我国海军前司令刘华清上将，早在35年前就对中国建造航母的必要性有过分析。那时的中国海军还是一穷二白，对航母只能停留在想象。一起来看详细情况。Hello， 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妞。军迷朋友们一直心心念念的003航母福建舰下水，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是这艘中国海军全新巨舰的热度却依旧不减，尤其是各大外国媒体跟踪报道和关注的对象。毕竟这是除美国海军外，全球范围内最大的水面舰艇，也是唯一不是美国建造的超级航母。甚至都有外媒因此宣称中国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么说倒也没错。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尽管现如今的中国航母已经成就斐然，但在我国的综合国力尚且不如今天这么强盛的上个世纪，航母一词对于当时的中国海军来说完全是可望而不可及。但也就是在这个造航母仅限于纸上谈兵、脑海空想的年代，时任我国海军司令的刘华清上将却在回答中国为什么一定要造航母这个问题时，做出了非常有预见性的回答，开出了3个理由，即便是放在今天来看都依旧非常适用。按照刘华清司令在回忆录里的记载，将时间倒回到距今35年前的1987年1月，当时的中国海军正在召开一场未来怎么造航母、该造什么样航母的研讨会。刘华清司令在回忆录里表示，虽然当时咱们中国还很穷，国力尚不支持造航母，但还是可以先搞预研和探索，先弄清楚未来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航母，为将来的航母时代做好准备。在这次的会议上，刘华清司令提出了非常重要的3个理由，来解释中国为什么一定要造航母这一问题，并给出指导意见。其一是用于解决台海问题，再者是维护我国在南海的海洋权益，解决南沙岛礁争端。第3点则是在和平时期扩大中国维护和平的影响力。最后，刘华清司令还补充强调，中国搞航母不是为了和世界第一的美国海军，还有当时还没解体的苏联搞军备竞赛，是为了捍卫自身权益与国家利益。拥有航母所带来的增益，足以对中国海军实力带来质变的巨大提升，更有利于提高我军军威，扬我国威。纵使中国暂时还造不了航母，但与会的研究人员还是应该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去研究论证。与眼下的视角来说，刘华清司令当年提出的这3点，即便放在今天来看，仍然有非常强的指导意义，或者说这就是中国海军目前的航母发展方向。首先是第1条，用于解决台海问题。虎妞来简单说明一下，与网络上某些构想假定的情况不同的是，今天的中国航母在台海问题上并不是直接进行对岛作战，而是收复行动的一部分，具体负责外围的拒止作战，需要面对的对手也不是岛上那些草莓兵，而是远渡重洋而来，握有驻日韩以及关岛等军事基地，可能会下场介入的美军。在我火箭军陆基远程航空兵的反舰对空火力支援下，进行有效的海上拒止作战，阻止美军海上力量和空中力量的作战半径将台岛纳入，进而对我军的收复行动造成干扰破坏。这便是中国海军航母在区域拒止反介入体系中所发挥的作用。然后是第2点，维护我国在南海的海洋权益，解决南沙岛礁争端。时至今日，南海已经是我国海洋权益保障最重中之重的要点之一，与南海相连的印度洋航线对我国的经济民生重要性也是无可替代。可以说，如今我国在南海的权益之重要，还有在美国及其一票盟友接连不断挑衅下的海防压力之大，都是显而易见的。这也是南部战区海军会重点建设、兴修航母保障基地，并且优先拿到075、055等新锐舰艇的原因。而一旦有战事发生，航母将是我国海军保护我印度洋航线，甚至是在超出火箭军支援范围下，与大西洋方向而来的敌航母战斗群直接对抗的远洋战力支柱。除了航母之外，没有其他的远洋海上平台可以更好地胜任这一任务。最后是第3点，用航母在和平时期扩大中国维护和平的影响力。这一点其实很好理解，中国不但是一个世界大国，同样也是一个区域大国，维护亚太、南海等周边局势，
和国际公海水域的和平和稳定，同样也是海军的任务之一。一个和平稳定的周边局势是有利于我国自身发展的。而航母作为人类海军史上迄今为止战力最强大、建造难度最高的大型水面作战舰艇，当然也象征着一国海军的实力和整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就像辽宁舰的前身苏联瓦良格号航母总师所说的那样，航母是一个只有伟大的国家才能完成的顶级军工杰作。航母的存在本身就象征着一国实力和军力。可以说，航母所到之处便是我国的海上移动领土，是中国影响力的最好发散者。35年前，在那个中国海军还从未触及过航母的年代，刘华清司令在当时提出的以上这3点，毫无疑问是高瞻远瞩且预测准确的。如今的中国海军在对航母的使用上也与这3点相同。而能在那个海军一穷二白、新锐驱逐舰上节都还没有，航母仅限于空想的年代，提出能精准定位35年后之时的航母发展指导方向。时任海军司令、对中国航母发展有着重要贡献和推动作用的刘华清上将，足以令人钦佩折服。